听到林婉儿的声音，叶晨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道：我在加拿大，正要去蒙特利尔。蒙特利尔，林婉儿娇声道，奴家上次去蒙特利尔，好像还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说罢，他不待叶晨回应，便好奇地问道，公子不是去美国吗？怎么到了加拿大？公子见到那位周良运了吗？见到了。叶晨道，这其中故事很多，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打电话给林小姐，是希望林小姐能帮我一个忙。林婉儿嗔怪道，公子与奴家哪需这般客气，需要奴家做什么，只管吩咐奴家便是。叶晨也不客气，开口道，我得到一件国之重器，想让中书带回金陵，再由孙爷爷帮忙转交官方。国之重器？林婉儿惊讶不已地问，不知公子说的是什么国之重器？叶晨问他，林小姐有没有听说过四方宝状？林婉儿吓得手机险些没拿住，惊呼道，四方宝状，公子说的莫非就是传说中唐代高僧高道集体加持的护国法器四方宝状？叶晨好奇地问道，林小姐听说过？林婉儿脱口道，奴家早先听家父提起过，他说师公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都总是念叨着想要一睹四方宝状的真容，说那是修道高手共同铸造的重器。后来奴家也在一些史料里看到过记载，但很多人也说它是人们杜撰的，并不是真实存在。说着，林婉儿忙问，公子是怎么得到四方宝状的？能确定真的是四方宝状吗？叶晨苦笑道，这件事也说来话长，估计要等我回去之后才能跟林小姐说清楚其中渊源。不过确定倒是能确定的，这东西一上手就知道肯定不是凡品。这倒是，公子是有大神通的人，定然能够分辨真伪。林婉儿说罢，也不再多问具体细节，而是开口道，公子，四方宝状一直是传说中的至高法器，我父亲曾说，就连公子此番前去美利坚能得此至宝，实在是上天庇佑。以奴家之见，公子应将四方宝状留在身边，将来定能为公子的修行带来巨大助力。叶晨笑道，这东西被那么多高僧高道建造出来，本就是保江山社稷与天下黎民的，我又怎能据为己有？我若据为己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以我这点道行，根本就配不上此等法器，还是让孙爷爷帮忙把它交还给官方吧，他本身就该是为华夏儿女发光发热的。林婉儿忍不住问，公子深思熟虑过了吗？叶晨嗯了一声，没错，我都想清楚了。说着，叶晨又道，我要拜托林小姐的事情，便是辛苦林小姐跟孙爷爷打个招呼，让他做好暂时回京的准备，待中书把四方宝状带回金陵，就辛苦他第一时间将四方宝状带回燕京去。林婉儿忙问，公子如此重要的捐赠，难道公子不打算亲自去一趟燕京吗？叶晨道，我暂时还没办法回去，另外我不想让人知道这四方宝状是我带回国的，这一点还要辛苦孙爷爷与官方沟通清楚，切莫让外界知道四方宝状回到华夏的具体经过。林婉儿道，公子放心，奴家自会跟老孙交代清楚。叶晨又道，对了，麻烦孙爷爷帮我转达官方，就说捐赠者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公开四方宝状回国的消息，并且将其妥善保管，只有四方宝状回国的消息通过官方渠道放出来，美国这边才能彻底消停。好的，奴家知道了。蒙特利尔机场，叶晨还没等到陈肇中，便先见到了万隆店在加拿大的多名特工。这些人与万隆店总部的雇佣兵有很大不同，他们并不会直接参加万隆店在世界各地受雇佣的军事行动，而是会在固定的国家与地区以安全合法的身份驻扎下来，成为秘密联络站的一员。他们的日常职责，除了要保持军事化训练之外，主要是在当地筹建安全屋、接头点，同时在当地秘密囤积必要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现金、黄金，甚至虚假身份，以便万隆店在当地开展其他任务。万隆店在加拿大有3个秘密联络站，分别在西部的温哥华、东部的多伦多以及中部的埃德蒙顿。这次万破军派遣的
便是驻扎在多伦多的秘密联络站特工。这些特工表面上都是一家旅游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接待从世界各地到加拿大的游客，而且他们确确实实有正经业务在经营。企业员工100多人，只有10余名高管才是万隆店的人，其他都是社会招聘的正式员工。这些特工的身份都非常干净，由于是企业高管的形象，出门也都颇有精英阶层的做派。7、8个人一起出行，一看就是公务出差，再结合他们的合法身份、工作背景，完全经得起缜密的背景调查。叶晨给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全护送陈肇中抵达金陵，完成与孙之洞的交接。他们本就是万隆店的成员，而且不认识陈肇中，也不知道陈肇中要带着4方宝状返回华夏，所以安全性也有所保障。再加上叶晨也可以确定，史蒂夫和罗伊斯父子俩打死也不会把跟自己合作帮自己将4方宝状运出来的消息透露出去，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注点也绝对不会转移到这里来。陈肇中带4方宝状回国的安全性又进一步提升，而万隆店除了安排了这些随行保护陈肇中的特工之外，还专门安排了一个美籍特工将叶晨悄悄送回美国。此人在美加边境的入境处有自己运作多年的关系，再加上还有一辆伪装极好的 RV 旅行车，可以轻松在车内藏匿2、3人，并且顺利带过美加边境。早上8点多1点，陈肇中便乘坐最早的航班降落在了蒙特利尔机场。叶晨与他见面之后，便将装着4方宝状的木盒交给了他，对他说道：钟叔，您自己先带4方宝状去金陵，我已经安排好了人在金陵跟您对接，他的名字叫孙之洞，他会将4方宝状带到燕京。陈肇中忙问：少爷，您不走？不走。叶晨道：眼下周叔叔还在医院，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必须确保他彻底安全，永无后患才能离开。陈肇中点了点头，道：那少爷您多保重，我送完4方宝状就第一时间回来。叶晨道：钟叔您不必再折腾回来了，我会安排人在金陵迎接您，帮您在金陵安顿下来，以后您工作日在金陵工作，周末随时可以返回港岛陪家人，到时候叶家的飞机您随便用。陈肇中见叶晨态度坚决，便轻轻点了点头，道：那少爷您一定多保重。半小时后，一架公务机从蒙特利尔机场起飞，消失在天际线外，离开华夏200年的4方宝状，终于踏上归途。叶晨目视着飞机一点点消失不见，便乘坐万隆店特工的旅居车驶向了美加边境检查站。叶晨本想去一趟渥太华，与海伦娜见上一面，但考虑到周良运还在医院，而且最快10几个小时之后，华夏官方就有可能公布4方宝状回国的消息，他不敢耽搁时间，必须提前布局，以保护周良运的安全。叶晨唯一担心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霍华德到时候失去理智，向周良运报复。海伦娜在加拿大有4天的访问行程，若是赶得及在4天之内处理完纽约的事情，自己说什么也要到加拿大跟他见上一面，当面感谢他的帮助。